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中共政治局又出现人事地震了。马兴瑞落马了。马兴瑞是指定的老乡，然后是大禹话题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我们今天就请两位一起来聊一聊。所以说，先从他的家乡说起吧。他是山东运城人。山东运城人，对，和彭丽媛老乡。是在东北出生的。对，他其实是东北人，只不过是祖籍是山东运城。因为很多人闯关东嘛，都是从山东过去的。对，所以很多东北人都是说什么山东帮、太太夫人帮之类的。对，所以马兴瑞他现在做政治局委员，就是坊间传闻是和彭丽媛有很深的关系，是吧？对，他们两个人呢，我自己收到一封信，今年2月初的时候，对，有一个体制内朋友写信说马兴瑞是彭丽媛的表哥，你查一下他们生日也对得上。有人说彭丽媛比马兴瑞大，但生日对不上，因为马兴瑞是59年生的，彭丽媛是63年生的，所以你一对，那肯定是辈分上，不是年龄上，那他是比彭丽媛大，辈分上也有可能，对吧？因为我得到爆料是这么讲的。那么表哥是这么说的，表哥那是很亲的关系了。那不一定，表哥有很多种，远亲啊，就是远的那种，很远的也可以是表哥，或者说是血缘关系比较亲，但住的很对，就是你姑姑跟你的父亲爹俩之间也可能有表哥，就同胞的兄弟之间的后代之间，他们也可能会有表的这个关系，对吧？中国这个族谱比较复杂，对，反正它可以很近，也可以远一点。可能吗？这个如果说是有亲戚的话，还给拿下对，这就是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习拿的，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谈的问题。不要一会儿，现在就谈。你觉得是习近平拿的吗？你觉得谁拿的？那一开始就要进入正题呢？皮儿你就不需要，还没啃干了皮儿就开始吃了，没人关心他祖籍在哪。刚才这关系还没说完呢。那最新的就是蔡胜坤的爆料，是说对，就是他是世交，小时候彭丽媛还在马家住过一段时间，这个我很能理解，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在中国生活嘛，我的环境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就是说一到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会放到老家、农村的什么地方，会过很长时间，在那儿玩啊，那没什么。那小伙伴多呀，农村孩子很多的，放寒假之类的。对，农村以前还有很多逃避计划生育的。对，有相对而言吧，比城市会多一点。然后因为小地方管的会松一点，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呢，他们会建立很牢固的关系，那很纯真的。你就像我知道的，就是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人这一生里边呢。你的小伙伴就是上学之前的伙伴，还有小学的伙伴，会很铁。到了中学，除非你们真的是很好，一般的话，从概率而言，我个人觉得可能还不像小学跟就是学龄前的那个伙伴，就是会那么关系好。那可不一定，是吗？习近平大学同学，我没说大学呢，就是大学还是一个，就中学可能没那样，但除非你有特别好的，但就是说。小学或者学龄前，然后大学这2个阶段，他会建立很牢固关系。大学你朝夕相处，有点，而且跟利益有点挂钩了。大学是，而且朝夕相处。然后小学呢是童真的，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说。大学认识的朋友或者同学是自己的人生观，对那种人生价值观，可能是知己了，并且之后双方的这个发展方向更容易走在一起，因为小学大家的这个人生轨迹后来变化太大，没有太多的交集，对，所以你看习近平对不对？他的这个晨曦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在大学，包括李克强和。胡春华其实就是当时在大学团委认识的嘛，但胡春华是在李克强的建议之下去的西藏工作，是，所以其实，在校园时确实容易形成这个关系，包括任志强和王岐山也是，对不对？你蛮了解的嘛。对呀，但是继续来说他们的故事，所以你觉得很有可能他们是有这个关系的？对，我觉得他们很可能，因为。马兴瑞这个人呢，他出身是航天系统，我不知道你们对这系统有没有了解？我就略懂哈。研究了什么火箭呢？没有研究，就是说，马兴瑞他在这个中国的航天系统出来，他96年进的航天系统，他是技术官僚，
他如果没有跟彭丽媛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他现在很难进入政治局的层面，因为航天系统这部分它并不是最吃香的领域。但是这是习近平非常看重的领域。那是后来了，后来看中他也提拔的是那个马兴瑞啊，主要提拔的是马兴瑞啊，而且他看中的不只是航天，他是不同的军工部门，习近平都是会。主要是这个航天系统，马兴瑞和袁家军嘛，这两个人入局了。对，但是你刚说确实，主要是这个航天系统它的载人火箭之前曝光度比较高，所以当时马兴瑞当时是载人火箭总指挥嘛。是，他就是后来得到这些机会呢，跟他的背景都有关系，要不然的话，他是一个矿工的孩子，他先前没有任何其他背景，除了跟彭丽媛可能有这种亲属关系，他其他的背景很一般，他能够平步青云上来。送礼了，是吗？这个送礼，送了黑参。那个我想，他这么懂。周子定这么懂，他肯定懂。没有，就是这样的，就是马兴瑞这次被抓，坊间有传闻，因为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就是说他夫人就是有很深的这个经济关系，比如他给很多人送礼，然后另外是他把一些资产转移到海外，可能就上千万美元，所以就是他夫人这边经济上肯定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啊。至于送礼呢，送礼就送脑白金，送礼就送玄宝黑参，对，这个玄宝黑参其实你闻它有一股这个淡淡的蜂蜜味道，它用蜂蜜酿制的9蒸9铺，效果不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我们的优惠码就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是不是有一点太短了？太快了，没听够。它主要是它对人体很有益，吃完之后免疫力也比较好，比较高一点。所以说感觉体力啊、压力啊比较大的这种朋友们都可以试试看。对，补充精力、体力。对，就像而且所以马兴瑞需要使用脑力也是。就也其实我们做媒体人的蛮需要吃，会不会？我担心会不会吃的长胖？你看我不会，他这个参没有，这个应该不会，黑参应该不会。对呀，这个东西而且还是蜂蜜酿制的，并且这种黑参就是这个出自于东北长白山，但是这是韩国黑参，但是高丽参，但是参都是在中国这个就是那一带嘛，东北韩国这个出产这个参。对，东北长白山一带，然后韩国也是出产，韩国高丽参比较有名的，是它确实不错，它那个土壤和气候很适合养人参，它的。这是手工制作的，是他们那个就是全善基他们家族的自己的一个小产业，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自己就是说得了子宫癌，然后想去吃这个，然后就真的是好了，头发也长出来了，所以他现在就把这个做出来给需要的人。真的，他是亲身受益，然后才做的这个品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善心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产品，所以很值得大家尝试。对，我也有朋友自己买了一盒，在我这儿买的，然后他吃了不到半盒，他跟我讲很有效果，因为他是1天2份工作，对，然后之前呢干到第2份工作就会乏。会没精神，但坚持的是他说有明显，他有效果。那吃了之后，他就做第2份工作也是很有劲儿。所以这个东西我是喝口服液加热水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感觉就是特别暖。是吗？我是熬夜之后，我家里有这个东西。我熬夜之后会喝1袋。对，因为熬夜之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有可能说话会不那么自然。对，所以你喝了这个，发现你声音一样洪亮。你现在是真的，你现在说话声音就很洪亮，大宇。我是一直说话很洪亮的。对啊，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我就说你不睡觉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别人听你声音是疲劳的。就是你人谁不睡觉都是这样。但是说你喝了这个之后，它是我个人感觉是有帮助。很好的亲身体验，推荐给大家。继续来说，马兴瑞当时，你觉得他一定是有就是说习近平这边是有人吹风，然后去提拔了他？这个我想从他这个履历关系，那一定是有这层关系的，不然的话他不可能的平步青云。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任上是犯过事儿的，他所主政的地方是有大事出现，很多问题，一般官员就不行了，但他能够一直走进政治局，所以这都不简单。他一开始的后台还不完全是习家，一开始是他跟江家有关系，因为他在航天部门是这个江民衡
他是总负责人，所以他跟江明恒是一定有交集的。如果他在江明恒那儿混得不好的话，他也不会有下一步，我想。是，所以他这个最开始的靠山背后是有没有江家的背景。可能是江家的人，然后他借了这个风往上一步步提拔呢？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关系了。但后来呢，他跟这个彭丽媛的关系，你就看到，对他也不是他既定关系嘛，他就是到那一步了。习近平也上台了，因为他96年进的航天系统嘛，在13年以前都是这个不是习近平主政时期，那个时期他一直都是做这个航天系统里边的技术官僚，应该就是13年之后他是进入了政治系统，在广东做了胡春华的副手，对，好像就13年之后。他先是去深圳做市委书记，对，他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因为深圳对于习家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习仲勋，对，深圳特区是习仲勋设置的，习仲勋蛮看重他的，还是对，习仲勋之后就是说退休之后一直在深圳居住，包括齐心。就习仲勋去世，齐心也一直在深圳。然后为了照看齐心，齐巧巧就习近平的长姐，对，也是在。所以习近平家族在深圳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然后马兴瑞应该是在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处理习家的关系不错，甚至帮了习家的人的忙，然后后面得到了习家的信任，然后平步青云。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回到现在，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兴瑞出事儿，去年就开始就是说拿下了这个职位，对不对？到现在调查1年了，书记给拿下来，对，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就是快1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事情慢慢有了眉目，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拿下了他？1年前是谁拿下了他？现在是谁？现在这个背后的人做决定的这个人还是一样的吗？有2个人呢，从这个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一个人是张幼霞，还有一个人是温家宝。张幼霞咱们先说，你看习近平对这2个人的处理方式、反应速度截然不同。对张幼霞，习近平呢是很快的就要公布。你看，所有爆料都指向张幼霞不是1月19号晚上抓的，就是1月20号早上抓的，就在这么个12小时范围里边。那24号正式官宣，距离这一天呢就是4天时间，如此急迫。这个之前其他像张幼霞类似级别的可不是这样。何卫东当时是等了，你看2025年3月两会传出何卫东他被带走嘛，对，一直到年底才10月份才知道他真正落马的消息。然后呢，还有苗华是2024年11月底就官宣了，也是等到2025年底才正式官宣。所以这2个人的时间之长让人诧异。但是呢，张幼霞19号、20号刚抓，24号急不可耐的就公布出来，然后紧接着3篇军报的文章，25号、26号不断的上纲上线，说的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践踏，对，践踏，你想什么动作呀？就得把人踩在脚下才叫践踏。这个词儿之前，起码对于我不知道更早之前哈，就最近的这些官员里边好像都没有过，包括徐才厚那会儿都没用过践踏这个词儿。就给这个张幼霞单独一个优惠待遇哈，践踏就说明之前肯定是对他习近平的军权有极大的威胁。所以你看这么急迫就把张幼霞给抛出来了，他怕什么？那我是觉得哈，那习近平是害怕夜长梦多，万一他迟了，生米煮不成熟饭，张幼霞这事儿可能就撂那儿，他可能又变成这个罪人，或者说是被反习派又倒戈一击。他如果把张幼霞定性，他就能够这个尽快的，他希望掌握军队，让其他人死心，然后呢效忠他，就说天又变了，城头变换八王旗，他是这个心态。我分析哈，那马兴瑞拖了多久啊？2025年11月开始，9个月吧，不到9个月。对，当然11月开始，去年6月底成立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那一次7月1号就宣布马兴瑞卸任新疆党委书记，然后呢，到11月份开始，马兴瑞不再出席任何的公开活动，完一直到现在。4中全会是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吧？10月底的4中全会，对，所以之后马兴瑞就没有出现任何，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大家就一直在说马兴瑞会落马，包括他的大秘郭永航啊，什么戴北方啊，这些人都先后落马，5个大秘先后都下去了。那
你说这个人怎么样？我记得上报就台湾上报有个作者挺知名，叫杜正，他以前在今年2月份就发了一个文章，好像就说习近平要挥泪斩马兴瑞，结果人家真的说对了，就说呢他先前这些剪裙边的把大秘拿掉不是白拿的，当然是不是习近平挥泪斩的，这还一会儿我再讲哈。但是你就从这个两个人的区别待遇就能看出什么呢？马兴瑞一直在拖，他11月就不出席公开活动，到现在才宣布，而且拖还不止这一点。我马上讲温家宝就知道他拖的还有拖了更久，所以到现在才官宣，这就说明习近平，我的推测哈，他是在他想保马兴瑞，但是保不住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就要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温家宝。温家宝呢，他是在此前曾耀霞架空习近平的时候，那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之一。海外的传言里边呢，也都提到了。你像2025年2月份，蔡胜坤接到一个国内电话，3个1942年出生的老人在主持中共政局。而且当时这个不是空穴来风，不止一个消息源指向中共高层的政治发生巨大变动。那3个1942年老人都是谁？胡锦涛、胡德华，胡德平啊，还有这个温家宝，他们都是1942年生的。所以外界认为就这3个人。只不过后来蔡胜坤呢，我不知道他观点上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是这个没有继续这么讲哈。但当时那个爆料他可是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国内有这情况，所以温家宝当时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说呢对习会产生这样的压制性的作用、抑制的作用，而且他的理念跟习近平是截然相反的，是对立的，他不可能跟习近平合作。而且他之前也讲过类似的什么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有人都说他是影帝哈，但是呢现在有不少人呢都在给温家宝翻案，就他也是共产党徒弟，不要对他抱幻想哈。但是呢就说他可能未必真的是影帝，他也许真的是共产党里边沧海一粟那么少有的一个还真正想着某种改革的一个人。那这样的话跟习近平他的这个极度的左倾就不一样。所以呢他是在党内是对习挑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之一。那之前呢在曾耀霞出事前后，温家宝写了2封信都传到海外了。现在中共高层元老一片万马齐喑，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发声。不是温家宝写的信，那是真的吗？是真的，那就是他的笔记啊。而且为什么你会质疑这一点？没有人质疑这一点呢？这就是温家宝写的。我觉得，你觉得是伪造杜撰的？我觉得有些可能是传言，就是说，中共高层官员他们都是非常谨慎的。你写这个信，包括里面的一些政治语言，我觉得，就是说不像是真的。他那2封信其实有一封信是给北川学校写的。北川中学呢，它是以前汶川地震里边，它摧毁比较严重，然后呢，他写信就是说多么坚强啊，然后就是一个新年的，然后是在2月中旬。然后这爆料人我觉得是比较可信的，如果你觉得是传言的话，那我也尊重你的观点。对，但是我觉得这封信他的口气，包括他写的对象，他的笔记，跟之前温家宝的这笔记，包括他的这个语气，都是我觉得 OK 符合的。我个人觉得，对对对，那么2月份有一个写这个给北川中学的，还有之前有一个也是给一个地质方面的，他的地质大学吗？我不记得了，也是跟地质有关的，他写的一个信，也是个毛笔写的，是12月份。这2次呢，一个是在曾耀霞被抓之前，还有个曾耀霞被抓之后。那温家宝呢，都在活跃着，都在活动着，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举动呢，跟其他元老不太一样。这就让我想到先前对他所说的，就是说温家宝他可能有自己的，就是说，权力范围，他可能跟习近平是以一种对立的关系。那这个事儿呢，在3月27号就更加明朗了。温家宝去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理跟资源研究所，这个跟他的专业非常对口，这就是温家宝的专业。他去那儿干什么呢？而且呢，他是公开，没有避任何人，他跟所有人现场打招呼，很热情，一点也不拘谨。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是他现场坐了2辆车，这4辆一共，但2辆车是很关键的，就是都是军方的车辆，VA
这个系统的，这 VA 就是打头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它为什么是这2辆车呢？因为温家宝的安保应该是中央警卫局提供，对，而且元老你不应该跟军方产生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这2辆车在现场？而且他最后坐上去的车就是中央军委的这个车，他本来要上京 A 牌照，京 A 牌照可能是他平时就是服务他的那个车，那当时引导他去坐了军车，为什么？或许是我推测了，或许是坐这个车是更安全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中共高层这个斗争局势有时候是蛮激烈的，因为你这个车如果走到半路被人截下来，你不是军车，他就可以截你；如果你是军车的话，他可能就不敢截。这就微妙到，你看你是一个车队，但是你坐不同的车，也许安全系数就不一样。这温家宝是个绝对敏感的人物，他只有坐军车能保证他的安全，这同时也能说明军方或许有人刻意在保护温家宝。所以温家宝的高调，还有坐军车现身，我们能感知到，就温家宝27号现身，绝对意义是不一般的。而且你知道，温家宝现身，那么多人现场拿手机，只传出来2个角度的画面，一张照片，还有一个录像，就这么2个画面。可是现场那么多人拿手机拍，这本身就不正常。你可以回忆一下，习近平出访，还是其他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出访，现场有多少人拿手机？你可以回忆一下，几乎没有人拿手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温家宝现场应该是安排的不是群演，或者说他刻意就是叫大家拍他，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他一点不避嫌，这样的元老在2016年之后绝迹了，只有温家宝这一枚没有，所以这就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温家宝不一样。而且27号那天发生什么？海外的爆料人蒋网正27号那天就爆料说马兴瑞要官宣落马了，不是那一天的什么时间，就是反正就27号那一天。然后呢，后来今天就是马兴瑞正式落马，蒋网正又发了一篇，他说呢，你看他就说对了嘛，他说整整拖了7天。蒋网正有些爆料是蛮准确的，所以我相信之前开政治局的会议的时候是决定了要官宣他落马的事，但那一天跟温家宝出现是同一天，这不偶然。而且后来3月30号，石泰峰在高层会议上，就那次类似会议啊，2025年也开过，2024年也开过，每一年的会议都会强调习核心，还有2442，就2个维护4个意识之类的。那么今年什么都没说，习核心没有强调，2442没有强调，也是发生在温家宝现身之后。而且还有一个迹象，但这个没办法确定了哈，可能过2天这俩人就出来了，一个是王小红，还有是董军，他们这个3月中旬去出访越南，跟这王毅一起去的，回来之后只有王毅还现身，但王小红跟董军这2个人都很微妙，他们就是没有，目前为止没看到他们的公开行程，接下来出来不知道啊，但就说这些算是一个目前为止的反常迹象。那咱就说马兴瑞哈，如果说27号就要官宣的话，那温家宝那天出来是不是要向外界宣示什么东西呢？因为当时温家宝出来的时候，同时有个谣言在并行，就是温家宝他是就是被软禁了，你记得吗？海外有这样的爆料，而且很多人在传，说家里就是都是黑衣人什么的，但那照片一看就 AI 生成的。但是呢，有不同的消息在讲，说元老帮可能要完了，这个温家宝被软禁了，对吧？一直都是有这样的消息。那温家宝当时出来，我想那目的之一应该是有这辟谣的，因为你不能把对方，我记得有相关的国内的，真的是国内的人呐，就出来抱怨。如果因为海外呢有人他爆料习近平的事儿，就把习近平说的很威猛，说他不止说的很手段狠毒，对。然后呢，国内就有人马上出来爆料，就说你们太给对家这个长威风了，对，你把他说的太厉害了。其实国内他们都在较量，你把习近平讲的那么狠，他其实事实也不是那样。所以他现在问题来了，马兴瑞到底是谁拿下的？所以温家宝拿下，你像我说的，那肯定我认为不是习近平自己情愿拿下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
你要调查他这是中纪委的事情。就目前，就我其实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在政府方面的权力，你个7个常委，包括你说公安局长，这个公安部长王小洪也好，包括李希也好，重要的职位都掌握在习近平自己人脉手中。你中纪委掌握在习近平手中，如果习近平不想去查的话，那怎么会让别人去查？这是第2个，就是说温家宝他只是一个最大的牌，他如果要动的话，他需要手下的人去动。就是说温家宝自己他没有办法说去处理这个案子，马兴瑞的案子，他一定是要通过底下的人，他需要就像习近平他做事情，他要通过下面的人去做。那么核心问题就是温家宝下面的人是谁？这就是问题啊。就在一方面是政府的人是谁，军队的人是谁？就是说，我们知道军队的人在这个我的感觉是在张幼霞事件之前，习近平在军队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在张幼霞事件之后，那军队中还会有所谓的反习的人吗？就是到底军队中有哪些人可能成为温家宝的人？那现在看起来肯定有了。你看他都敢坐军牌车，那谁敢让温家宝一个不是一尊的人坐军牌车呢？联合参谋部的，就是说刘振立的部门。但是刘振立已经进去，现在就剩一个张胜对，但是他居然还坐这个车，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这是大问题。所以你就能，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不太敢想，其实他释放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军方在跟他合作，而且军方的谁呢？我现在就是我需要一个名字，那没办法，那你没办法遵循条件。如果他要是有第2中央的话，他不一定会把这个整个的脉络全都告诉你吧？问题是现在军队中央决全部被清除了。策议事协调机构，它是已经在去年6月份形成这个机构了。而且你说温家宝靠什么去反击习？他有2个权力来源。第一个，温家宝门阀遍天下，包括胡锦涛一样，党内的人真的不服习近平，但他们有些人很多是服气温家宝的，包括这个我再说哈，就关于军队里边的，就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对习近平是恐惧以及反感。习近平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拿下张幼霞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还有天下人对他如此的这个，因为他不断的在整肃，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是自己，所以谁也不希望这习近平瞎搞下去。党内你看，甘肃有个统战部官员在3月上旬接受 CNN 采访，他讲了一句话，所有人表面都在讲习近平，好像在捧他，实际内心都讨厌他。对，这就是中共体制内真实现状。所以你看，就是最近有好几起案子，包括那个天津的那个组织部长、天津常委，就是在餐桌上或者什么议论，就是对啊，因为议论这个习近平或者议论什么发表什么意见，然后结果被拿下来。对，而且它不是1起2起，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的中共的这个官场，就是说官员其实从上到下对习近平是不满的。对，这个情绪会导致结果的，它不是只是一个我酒桌上讲情绪，一个人2个人是情绪，但这个蔓延久了，它就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如果再这样下去，大家都没饭吃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找代理人了。那官僚系统里有，那么军队的系统里一样有这样的想法，军队系统更是了，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想打仗，只有习近平真的想打仗。那军队里边都是现在中国军队哪有一个人真想打仗的，都是捞钱。但其实，在中共的官场，长久的心态是逆来顺受的，就是说，一个很核心的位置，就你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就比如说，你以前在当地是个局长或者处长，你退休以后丧失这个权利以后，你的待遇、你的人际关系会发生人走茶凉、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我现在认为，就是温家宝，就是说他的门生也好或者什么，就是说我需要知道哪些是温家宝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就是那个你说啊，对不起，说没事。对，就是说，我刚才说这门阀哈，我在我自己节目里也讲了，门阀故吏这个东西很，牢靠。中共的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有裙带关系的。你像胡锦涛退休之后，他回江苏泰州老家去
探亲去走故里，当时就陪他的就是石泰峰，你记得吗？有这个报道的。这石泰峰，对，石泰峰当时是在任官员，胡锦涛是退休老领导，所以他们之间还是有这个裙带的关系在。而且呢，你刚才说这个中共体制里边，就是说大家逆来顺受，我觉得呢，从哪个角度讲，如果说从这么长久，没有那么多人公开出来打出一个旗号反袭，我们老百姓看不到，这是有可能的，会觉得很多人逆来顺受。但我觉得内部可能真的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不乏野心家，不然的话，习近平也不可能。再拿掉那么多官员，有其中相当一部分他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有野心，甚至江苏以前有个刑警队长，包括孙立军，都涉嫌一些非常不老实的行为，甚至叫孙立科吧，是吧？江苏以前有个刑警队长，就传言他可能要对习有什么非分之想哈。对，就说中共党内不乏野心家，他们是有想法的。那这些人一旦他们串联起来了，他们就会做点事情。甚至还有人说，那个马兴瑞和何卫东还搞什么串联啊？是吗？那这个还有这个两个人这个没有研究，说法就各种说法都有。对，所以他党内是有野心家的。但咱先不说这一点哈，就说我们讲的门生故吏，胡锦涛、胡温当政，包括温家宝是4朝元老，党内的关系人脉很多。而且呢，我们知道中共的高层官员，他不只是自己，我们知道那些秘书，我们公开媒体能叫上名来的秘书，很可能并不是所有，他有叫不上来名字的，他有这个就是说自己隐姓埋名的这样的。当时给我爆料的这位体制内朋友，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说：“你知道这照片里这个人是谁吗？他是某个高官的秘书。”这个秘书就说这秘书啊，不是那高官，这个秘书他是红色后代某某人的女婿。就这样的人呢，在党内很多，而这个人呢，他是控制着很大的权力的。温家宝其实是秘书帮，他严格讲不是团派。秘书帮在中国共体系里边，他自成体系，自成一家，他从上到下影响力不小。我说的不是说温家宝靠的是各级秘书哈。他门生故吏很多啊，他这些人完全可以在就是说官僚系统里边形成一股力量去支持温家宝。军方同理，军方里边如果有人真的不想打仗，那当这个情绪蔓延，大家形成一个共识的时候，那他就会做出点什么。我觉得反而是抓了张又侠会激起军中的震荡，就是说连我的最高的头领，我当兵，我可能就是为了往上爬。但我发现我的最终的这个目标已经垮塌的时候，你连他都敢抓的时候，这些士兵反而就没有了动力了。那我爬什么劲呢？我还不如就反了呢。就他可能会有这种心理。所以习近平现在的状态很难讲说他权力在什么程度，但是至少温家宝这次露面，而且坐军车。这是非常明显的信号，我觉得没什么不敢想的，他就是军方在跟温家宝合作。因为恒河老师你们知道吧，也是做时政评论的，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就说呢，中共永远是党指挥枪，中共军人如果想做什么，他们不会主动做，缺少民意的这个合理性，对，他们需要党内有人来帮助他们，对，拿着这个旗帜。我想他们找到的人就是温家宝，所以呢，温家宝一直在军队的保护下，虽然张又侠被抓了，但是温家宝他的戒备森严。现在你看，军人一直跟着他啊，就是说，在这次就是他去中国科学院这个地方，军车还在他旁边，而且上车还必须坐军车走，因为你不知道半路会不会被习近平劫走。军车的话，习近平可能不敢劫，所以在高层，我想的话，他是至少习拿温家宝没有办法。有一部分人是不服习近平的，习拿他们也没有办法，肯定是有这样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从军队的人事安排上来说，还是习近平做主导。就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和李克强之死传闻很深的那个上海警卫区的那个司令调任这个北京戍卫区做司令，对不对？如果这一看，这一定是习近平做的安排，包括就是前段时间就张又侠之后，很多将军拿下来，就是说，就给人的感觉，可能军队的人事任命权还掌握在，或者习近平仍然有很大的话语权。如果说我提个反驳的意见呢？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种任命权的话，他可能现在不想让军委副主席空着，他可能会提拔的那些空军的司令，比如说93阅兵的总司令韩胜言可能会上来接替这个军委副主席。如果说他没有任命成功，如果大宇说的是属实的，那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就是说其实是有人在跟他博弈的，不让他去提拔。中共这个系统里面蛮复杂的，就是我们不能只从某个岗位的调动，就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不能从某个岗位的调动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有完整的实权，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要保证表面的光鲜。在毛泽东时代，他开了7000人大会，当时毛泽东其实是被夺权的，掌握权力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为什么发动文革？就是谁都没想到，毛泽东用这种群众斗群众这种人民战争的方式啊，这个反正他就是反夺权，把刘少奇给整下来了。那我们看到当时毛泽东，那他其实还在维护他的个人权威，还在宣传。你也可以说很多政策看上去好像跟毛泽东，因为他依然是宣传中的最高领袖嘛，就会给人这样的错觉，好像有一些事情还是他在运作，但是实际上当时并不是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的就是提拔将领哈，包括我记得在2025年年底2024年年底有个叫陈辉的人，那个人呢是空军系统的，我记得当时习近平给他颁发这个上将军衔吧，是不是上将军衔？然后习近平是一脸黑，你真的能看出来习很不高兴。我觉得他出席很多场合都是那个丧丧着脸。那一次是毫无这个领袖的架子，一点得意之色没有。然后你就像是被胁迫着去做的感觉，就像就是不情愿嘛。陈辉他是胡锦涛背景的，而且你就查现在就是说中共军队里边的，像胡锦涛以前跟这个他时期的这样的将领提拔上来的很多，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那么张又侠现在就说他被拿下了，被拿下的话，可是在军队里边的这些他的支持者，包括对温家宝和胡锦涛的支持者，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就是说完全被拿掉。就是说你觉得这事儿其实并没有完，从张又侠那个事儿开始到现在，这个事儿还在发酵。对，他只是抓了张又侠，但并没有把张又侠这个整个势力给搬掉。对，就像温家宝为什么还能坐军车呀？为什么有军方跟他？这个其实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就像扶摇说的，就是他没有完整的打倒张又侠的整个的联盟，他只是拿掉了张又侠和刘振立这票人，所以习近平依然是面临权力上的很大的挑战。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从上海可能刺杀李克强那个人调到北京那个，他是卫戍区司令是吧？是1月24号之前刚刚在报纸露出来的。对，但北京卫戍区一直有一个政委，那个政委姓朱，叫朱什么的。张又侠的人。对，那个人很可能是跟张又侠，因为他是从西南出来的，那个是卫戍区政委，所以可能是在搞一个平衡，未必是他完全说了算。因为张又侠后期也是为了搞党内的，因为他想平稳过渡嘛，中共他不想放弃党嘛，不想杀习嘛，所以他是这个想平稳过渡，所以就给了习近平这个方便，他就依然是在不断的有自己的诉求。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是想找平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事情他们内部也在协调。张又侠被顶在前面跟习这么斗，
那有的人呢可能在后面做和事佬，然后呢平衡两边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这边是朱德，那个人是我这是我自己做个独家节目，我分析他很有可能那个政委是朱德后代，而那个政委他是从西南，在西南当兵，他跟张耀霞很可能是有上下级关系。然后后来呢调到新疆，在新疆疫情期间新疆是个 safe 相对 safe 的，就是说他在边疆这个，当然那也有疫情，乌鲁木齐大火，对对，他也有疫情，但是呢，他在那边当兵总比内地的话人烟那么稠密要好得多。所以我觉得他会不会是红后代啊？就给他保在那儿，然后疫情刚结束，他就被调，也没说不是说结束了，就是说缓解一些之后，他就被调进北京做了这卫戍区的。他是一个简历上空白很多的人，所以我怀疑他是权贵后代，张耀霞的人。对，马兴瑞的案子，我们是聊到了这个权力的异动的问题。子弟，你觉得还有哪些你不能接受的，或者说你还觉得他可能都不能接受？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说不能接受，而是说还是有一些困惑吗？不是，我的核心点就是说，温家宝这一派，如果他形成一个派系的话，一定是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比如说习近平这边，我会点出很多人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包括军中张又侠和刘振立包括这10几个将军被除掉之后，军中不要说高级将领了，连中将剩下的都不多了。这些人就是我不认为军中现在有足够的有谁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意志。对对，这就像伊朗似的，你把这个哈梅内伊给除掉了，你把他这个儿子打残了，然后你把他1、2、3、4、5很多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全部都除掉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伊朗，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像之前那样那么强的凝聚力，所以就是说张又侠他集团就是说之前有很多人，但是所有的有头有脸人都拿掉了，那剩下还有谁能够有能力站出来反对？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看你怎么回答？首先，温家宝为什么会坐军方的车？我觉得温家宝坐军方的车，这有可能是和这个他们一起去吃火锅，不是和这个和戍卫区的安排有关系。就是说我在这个，我当然所有的元老都是由中央警卫局去安排出行的，对。但是就是说，比如他之后会不会和军方有什么活动，然后所以就上了车，倒不一定是打麻将。对，这次大纪元有一个独家爆料，就是说他有一位是长期观察这种，就是比较了解中共元老的这种安保的一个人，他就是说温家宝这次比较异常，然后有坐车这个事，他这个很明显是跳过了中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很多高级将领被拿掉，是张又侠拿掉的多，还是习拿掉的多？这些将领都是习提拔的呀，很多是习亲手提拔的。过去1年多，咱就说最显著的，张又侠、刘振立、苗华，不对，张又侠不是那个何卫东啊，苗华，对，何卫东、苗华，然后还有这个王春宁，对吧？九上将嘛，对，九上将，对，那个人大公布的被削掉头衔的，对，就这些人他都是上将军衔，那他们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所以你觉得这些人拿掉是习自己拿的吗？我觉得这里面要分，就比如说苗华和何卫东有可能是他们的政治敌人拿下的，然后张又侠这一批人是习近平拿下的，就习拿掉的只有张又侠和刘振立，没有，其实还有3批人，第一批是火箭军窝万、魏凤和、李尚福，那些人也是习近平拿掉的，因为当时剑指就是指的是张又侠，因为他们从事全是总装出来的，他们在互杀嘛。对，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不就追溯到2017年。所以你当时你是可以回到那么早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这样了？其实张又侠跟习近平一开始是合作的关系，到20大之后，2个人矛盾逐渐激化，特别火箭军这个案子跟张又侠直接相关的，是对，所以张又侠那会儿非常警惕，而且到了给他逼到已经不得不出手的地步。但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就说，倒查到2017年不再追究。那他不追究，不代表何卫东不追究，何卫东一直在挤兑张又侠，是，而且马上这个彭丽媛进来。张又侠下是早晚的事儿，他不追究的话，可能有什么口头协议2个人之间。但是呢，习近平这种人，你没办法保证他绝对。就像最近
王岐山有大秘，对吧？对，他也是周亮嘛，也是那个跟习近平有过口头承诺，我不，你别动他啊。习近平可能同意了啊，但是还是动了嘛，该抓还是抓。所以张耀侠怎么知道明天习近平不会动他呢？所以他一定会。对，刚才说王岐山这个大秘的问题，就是说目前就你看下去，政局中能够反对习近平的人都拿下了，就是说得上话的，就除了因为温家宝已经退出，刚刚说的这个周亮，就王岐山的势力王岐山5年前就已经没势力了，就他当时一下台，从董洪开始就在敲打王岐山，王岐山还留着这个名，但是他没有任何势力，团派已经团灭了，这个所有人全已经退了啊。我们包括胡春华的这个主动从这个现在已经跑到政协去做一个不相干的职位，所以就是说我的核心观点是，就我放眼望去，中共的这个政坛，就是掌握实权的人来说，他没有一个看起来是温家宝的门生，或者说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和温家宝形成联合，就是温家宝这个派系的人，除了温家宝还有谁？这是我想知道的。如果在明面上的话，那不就是被直接拿下的目标吗？我刚才也想问你的问题，还有一个没问，就说你看这个上将都拿掉了，他们不只是有上将的衔儿，他还是有具体职务的。对，那一些职务谁来做？你觉得职务会空着吗？职务肯定不会空的。对，他是。但这个职务新上的人会告诉你吗？新上目前我看到很多职务现在还是空的，但是他会有。但是他军队怎么运作呢？如果全空的话，不是他会有代理的职务。对，代理谁代理？这就是关键了。张耀侠把习的人拿掉，谁来代理？这个代理人如果不公布，那是原因是什么？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灰色地带。你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谁控制？但是那么多人拿掉了，包括刘振立都拿掉了，他的职务谁来代理？不可能控制，不可能控制的。对吧？但这个属于灰色地带，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证明这个替代的人是张的人，或者替代人是习的人？如果说是习的人，习一定会赶紧把他提进。就这次给了最好的证据，温家宝坐军车。但是我觉得温家宝坐军车确实是不寻常，但是仅仅这一点就推测出，温家宝具备推翻习近平的实力。不是说推翻习近平，就说他是一个能够制衡习近平的联盟。但这个联盟还有谁？我现在想问的是，那这个东西怎么回答你呢？那我看到的现在温家宝肯定是在其中了。对，那其他人，那元老帮的，像先前也有人谈到李瑞环，但李瑞环年纪也大了。李瑞环对年纪很大，对。胡春华有人提到，汪洋也有人提到，刘源也有人提到，但这些都已经但是他们已经。你像刘源是习近平第1任期内就敲打过的人，是对习近平非常警惕刘源，因为他红2代出身，本身又河南省长，军队做政委。那习更不会喜欢温家宝被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车护送，但是也发生了，这不取决于他呀。但我不是说，我认为刚才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都有谁，这个我没办法跟你说，我只是说先前传言中的，那温家宝现在是确定的。那其他人呢，就是传言中的，那就这些，就供你参考。但是呢，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灰色地带，它并不是说没有人，而是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在那儿，而且这些人在做什么，外界也很难去预料。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温家宝这次出来的宣誓意味极不寻常，很可能在预示着。他有某种动作，或者是北京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其实我在温家宝那次出来那天，我做的节目就讲了。那你看后来就是马兴瑞被这个正式官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标志，因为习近平无论如何，他拿下马兴瑞对他是有政治伤害的，这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习近平如果是稍微清醒一点，他不会拿马兴瑞，因为第一，马兴瑞是他自己提拔的，他把自己提拔的人又打倒了一个。那么他又是这个中共官场里边的这个技术官僚，跟习家呢，你要说有亲戚也好哈，你这个意义上他也得保啊，对吧？你把他拿掉了，你这个这说不过去嘛。我觉得习近平就和崇祯一样的，他还不如崇祯，不如崇祯是吗？崇祯还人家
天子死社稷，你这喜感吗？就说呢，我觉得习近平他现在是他不想放权，但是呢，一直党内对他反对势力太强了，这个情绪在23年你记得吗？日本有个日本的亚经，不是日经亚洲，对，他有个中泽克二，他就写说，在百代和会议上有一批元老找习近平谈话，迟浩田，然后就对当时对，然后呢就跟习近平讲说，你这个整的你要再这么下去，这国家就不行了。当时已经是其实很礼貌性的对习下了一个警告。习当时说，你们玩王炸他不爽吗？说你们击鼓传花，把问题都留给我了，你这不都赖我对吧？你记得吧？当时报道这么说的，你们玩王炸，把一个王炸都留到我手上，炸在我手里，我不干啊，大概这么意思。所以2023年两会刚结束，习就遇到了元老帮的集体挑战，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个背后的暗流汹涌。他为什么后来曾小霞能把他架空？曾小霞是军人，他其实没有政党里边的人去挺他，张小霞也很那个什么。其实这个我跟你说，政变发生你就永远不要考虑常理，你用常理去推政变，政变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政变永远是超出体制能控制之外的，一定是有一伙人他不按规矩办事了，所以才发生政变。对。所以温家宝出来宣誓，接下来可能还会看到一些什么，是不是？我觉得事儿没完，肯定还有事情发生，而且接下来习近平应该会有他这个派系吧，会有麻烦。而且现在是21大布局的时候，看双方的角力怎么样。是可以看一下温家宝这个，我跟你讲是大事儿，他出来是太罕见了。对，这一次是有意思的，春风得意的样子。他很放松。对，那故意要给海外传递这样的信号。给内部也一样，国内人都看得到。子定还行吗？还行啊。对，子定是在认真思考，是吗？喜欢每一个都给理顺了。子定是理工科，但是我觉得刚才那句话我送给你比较合适，就是说政变它肯定是超出常理之外的。对，你要是按这个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很需要这句话。对啊，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说当年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事情，对啊，那2012年的时候，王立军也当时想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叛逃美领馆，消息一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相信，因为他是薄熙来的门生啊，和我们的直觉和我们的反直觉事件是认知是不一样。对。当然，这也和中共它政治运作方式有关，它本身黑箱操作，所以你很多外面看到的事情，你看不到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类似这样讨论挺好的，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对思路对。习近平13年拿下了4个政治局委员，这一届就拿下3个，何卫东、张小霞，现在是马兴瑞，不一定是他了，但是就是说从他的任上单届是拿下这个了。然后之前他是拿下了孙政才，所以以前没有这样的。但他从政的时候就这么狠，然后现在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回到了1999年21个人，从25人变成了21人，所以从这个层面上，中共像是倒回到了1999年的感觉，就是从某种层面上也会让人觉得再往回推，然后可能背后真的是不太简单。对，所以温家宝那会儿是不是刚上台啊？是吧？扯远了。对，99年还是江泽民的时候。江泽民的时候，快下了。但是，对，感觉不太寻常，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还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马兴瑞这个是拖了很久了，但是如果说再有高层的一些震荡的话，可能真的非常说明问题了。对，特别是马上21大，我们会看到很多激烈的这个政治斗争，甚至会。对，这次会有很多的这种省部级的官员也会有这种换任，那看接下来都是谁的人，都是哪儿起家的。对，今天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宇这长篇大论，然后深深的给大家就是解答抽丝剥茧的解答，就感觉
很受益。对啊，大家就多看大禹拍眼镜题就是了，每天都有。未解之谜也可以讲讲，其实啊，未解之谜，对啊，我讲很多，这也是未解之谜。我还想再跟你做一些，对对对，你军事情报局，对，你不研究这个军车哪来的？有道理 ，VA 牌照哪来的？是啊，那又不是造假。对，他怎么会能做那个车呢？这其实真的是很大的信号。好，对，关于大禹还做一些推背图的，之后我也会找大禹做个看看联合节目还是怎么样。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儿。大家就是说觉得这马兴瑞这个案子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后边？谁拿下的他？欢迎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拜拜，拜拜。